美国再次放松限制，海马斯造成俄军重大损失，俄发动大规模报仇，美欧联手保卫乌克兰领空，乌女兵单人拦截俄巡航导弹，印度首射高超音导弹，朝鲜或向俄捐赠10万人，美国空军首次向苏30空中加油。美国总统拜登在任期仅剩2个月之际，做出了重大政策转变。11月17日，多家美国媒体证实，拜登政府已经决定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短程弹道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导弹可以打击约300公里外的目标，预计首先将用于打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据媒体分析，促成拜登放松该限制的主要原因与朝鲜军队的介入密切相关。据美国官员透露，朝鲜已派遣约12000名士兵前往库尔斯克作战。彭博社在周日的报道中指出，平壤可能进一步增加部队，全面参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向库尔斯克派遣了约5万名士兵，其中包括朝鲜士兵，试图夺回乌克兰3个月前入侵中失去的领土。这是俄罗斯第2次试图从库尔斯克赶走乌克兰军队，但目前来看，俄罗斯在作战中损失惨重，未能取得显著进展。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对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持谨慎态度，担心激怒拥有核武器的普京。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拜登政府的政策逐渐松动。今年5月，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射程约80公里的 HIMARS 火箭炮系统攻击靠近哈尔科夫州的俄罗斯目标。如今，拜登放宽了对 ATACMS 的限制，标志着乌克兰在应对俄罗斯入侵中获得了新的战术优势。就在前一天，乌克兰在扎波罗热州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多轮导弹攻击，至少3枚美制 M3031火箭弹击中了俄军集结点，清除了多名俄军士兵。当俄军试图将受伤士兵装载到卡车上时，乌克兰再度发动攻击，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逐一歼灭。乌克兰战地记者尤里布图索夫称之为完美打击。这些精准打击加剧了俄罗斯的损失，尤其是在战线紧张、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加。ATACMS 导弹之所以能够对俄罗斯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主要得益于其远程打击能力、精确度高以及杀伤力强。这种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能攻击敌方的指挥中心、后勤节点、储存设施以及大规模集结的部队。ATACMS 的战斗部装载有数百枚子弹大小的子弹药，在爆炸后可覆盖较大区域，具备极高的破坏力和人员杀伤力。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些导弹打击库尔斯克地区的重要俄军据点。这些精确打击不仅使俄罗斯难以在特朗普明年1月上任前将乌克兰赶出库尔斯克，还对俄罗斯的作战能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俄罗斯的武器库中，目前并没有完全等同于 ATACMS 的导弹系统。虽然俄罗斯拥有诸如伊斯坎德尔这样的短程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更多用于战略性攻击，其数量也相对有限，且不常用于对敌后方的精确打击。相比之下，俄罗斯通常依赖火箭炮系统，如龙卷风和冰雹进行远程打击，但这些火箭炮在精确度和远程控制方面与 ATACMS 相比仍有差距。俄罗斯没有类似于 ATACMS 的导弹系统，主要是因为其军事战略重心不同。在冷战时期，惯用钢铁洪流的是苏联，倾向于通过大规模火力覆盖来对敌进行压制，而不是通过远程精确打击摧毁敌方的关键节点。这种战略在大规模战役中可能有效，但在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则显得相对滞后。此外，乌克兰还广泛使用了其他西方提供的先进武器，例如美国的精确制导炸弹、小直径炸弹，以及法国提供的锤子 AASM-250 火箭助推炸弹，并使用了由法国和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此次拜登政府政策的变动可能会促使法国和英国放宽对这些导弹的使用限制，从而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未来这些导弹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俄罗斯和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的部署情况、乌克兰现有的 ATACMS 库存数量，以及拜登在任期结束前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在11月16日至17日夜间，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自2024年8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据乌克兰空军报告，俄军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普里莫尔斯科、阿赫塔尔斯克、库尔斯克和奥廖尔等地发射了约90架沙赫德无人机及其他类型的攻击无人机，并发射了120枚导弹，包括1枚锆石 3M22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8枚 KH-47M2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101枚 KH-101 和口径巡航导弹、1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4枚 KH-22、KH-31P 巡航反辐射导弹以及5枚 KH-5969 巡航导弹。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 F-16飞行员在袭击期间击落了大约10个空中目标。此外，乌克兰空军还指出，41架无人机在乌克兰领空失踪，这可能是由于乌克兰的电子战干扰所致。同时，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也再次成功拦截了俄罗斯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全国几乎所有州的防空系统都在此次袭击中处于活跃状态。然而，由于俄罗斯这次袭击的规模太大，仍有一些无人机突破了乌军的防御网。乌克兰国家电力传输公司 Conego 表示，俄军袭击导致多个州的能源设施受损，奥萨德、沃伦和里夫内州的电力恢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指出，俄军的袭击损坏了与核电站相连的多个电力变电站，但核电站本身并未受到直接破坏。目前，俄罗斯的9座反应堆中有6座正以较低的产能运行。此外，由于俄军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持续，波兰也采取了紧急防御措施。波兰作战指挥部发表声明称，波兰空军和盟军空军已经升空应对，并启用了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戒状态，以确保与受袭地区接壤的波兰边境的安全。波兰空军的 F-16战机以及其他盟军飞机参与了此次防御行动。波兰的防空网络也达到了最高戒备状态。美国空军也出动了 KC-135为波兰空军提供加油支持。在袭击发生时，一名乌克兰女兵使用肩扛式防空导弹，可能是美国提供的毒刺，击落了1枚俄罗斯的巡航导弹。据报道称，这名女兵之前只是一位教师。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表示，侵略者在这次袭击中总共使用了约120枚导弹和90架无人机，而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击落了超过140个空中目标。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全境的能源基础设施。泽连斯基特别感谢所有参与抵御此次袭击的防空力量，包括防空导弹部队、F-16战机、苏式和米格战斗机飞行员、机动火力组和电子战部队，称他们都紧密协作，共同抵御了敌方的进攻。此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目标直指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区域，不仅导致大范围停电，还使得成千上万的平民陷入寒冷和黑暗之中。俄军的袭击甚至波及了乌克兰的核电站，虽然未造成直接破坏，但威胁到了地区核安全稳定。面对这些残酷的打击，乌克兰的防空部队、飞行员和电子战部队不顾危险通力合作，尽最大努力保护家园，防止更多的破坏发生。世界不能对这样的侵略保持沉默，每一份对乌克兰的支持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乌克兰人民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只有让他们看到国际社会坚定站在他们这一边，才能激发他们继续抗争的力量。无论是捍卫自己的领土、保护家人，还是追求自由与和平，他们不是孤独的，世界应当与他们同在，直到正义和和平最终到来。据最新报道，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于17日宣布，印度成功进行了首次超音速导弹试射，标志着该国成为全国少数几个掌握此类先进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超音速导弹技术被公认为现代导弹技术的巅峰之作，它具备低空飞行、难以被侦测以及快速打击目标等优势，同时在飞行过程中能够调整攻击方向，以规避防御系统。这种导弹在大气层中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即每小时可达6200公里。虽然速度不及洲际弹道导弹，但其独特的飞行特性使其在战场上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目前仅有美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完成了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印度的成功试射预示着全球武器格局可能迎来新的变化。此次试射在印度东海岸的阿卜杜勒卡拉姆岛进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枚流线型的导弹在夜空中升空，
伴随着明亮的火焰。近年来，印度积极调整其国防战略，一方面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参与四方安全对话；另一方面，印度继续从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包括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 S-400防空导弹系统。尽管这一行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制裁，国防专家认为，印度此次成功试射超音速导弹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不仅展示了该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显著进步，也凸显了印度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随着区域军备竞赛的加剧，印度在全球军事力量平衡中的作用预计将变得更加重要。据彭博社17日报道，知情人士称，部分20国集团成员国的评估显示，如果朝鲜与俄罗斯的同盟关系进一步加深，朝鲜或将派遣多达10万名士兵援助俄罗斯对抗乌克兰。这一消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因为朝俄之间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对全球安全局势产生了潜在的威胁。消息人士透露，这一评估是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逐步深化的合作关系所进行的多项分析之一。尽管目前尚无立即行动的迹象，但如果朝鲜真的提供如此规模的军事支援，可能会采取分批轮换的形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部署。乌克兰驻韩国大使波诺马连科本月初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基辅预计朝鲜可能向俄罗斯派遣多达 1.5 万名士兵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以及乌克兰东部被占领区作战，并且每隔几个月进行一次轮换。金正恩派遣朝鲜部队加入俄罗斯对抗乌克兰的决定引起了基辅盟友们的严重关切，国际社会普遍担忧这一举动可能会加剧乌俄战争的规模，使得这场自2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同时，普京与金正恩不断深化合作，也可能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影响，破坏地区安全平衡。此外，韩国政府也对朝鲜的行动表示担忧，认为朝鲜很可能寻求俄罗斯提供战术核武、洲际弹道导弹、侦察卫星和弹道导弹潜艇等尖端军事技术。除了派遣人力外，朝鲜还向俄罗斯运送了数百万发炮弹和其他武器，为俄方提供实质支持。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不仅使乌俄战争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安。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努力来阻止这场冲突的进一步扩大，避免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2024年11月12日，美国空军华盛顿空中国民警卫队141空中加油联队的 KC-135 同温层加油机在马来西亚苏邦空军基地为3架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的俄罗斯制造苏30 MKM 战斗机进行了加油。这次历史性的加油行动标志着美国空军 KC-135 首次公开为俄制苏30战斗机进行加油的实力。与大多数美国空军飞机使用的飞行加油管不同，苏30 MKM 战斗机装备了用于空中加油的空中加油探头，这需要软管和吊舱系统进行对接加油。在加油过程中， KC-135 加油机使用了多点加油系统，为马来西亚的苏30 MKM 战斗机加油。MPRS 装在加油机的2个机翼上，为软管和吊舱加油提供了灵活性。对于需要快速加油的大批量战斗机而言， MPRS可以同时为2架飞机加油，这也是其最大优势之一。MPRS 系统使 KC-135 加油机能够在同一任务中为空军、海军和盟军飞机加油，且不影响中央加油管的功能。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引进俄罗斯战斗机的国家之一，1995年采购了18架米格 29N 支点战斗机，随后在2007年又购入了18架苏30 MKM 多用途战斗机。米格 29N 已于2015年退役，但马来西亚计划将苏30 MKM 战斗机服役至2035年。这些战斗机也曾在印太地区的联合演习中与美军和北约军机协同作战。这次历史性的加油行动是美马2国深化军事合作的重要一步，彰显了美国空军的作战灵活性，也证明了双方在联合行动中的互操作性和协同能力不断提高。这一合作向外界传递了明确信号，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但美军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军事合作仍在不断加深，表明他们将在印太地区持续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